在1918年8月11日，一支英国舰队奉命离港，进入大西洋寻找德国军舰。舰队指挥官在广播里发表演说。众所周知，今天距离双11德国投降还有正好3个月。由于明年德国军舰会自己凿沉，所以我们发现德舰就摸鱼绕着走。顿时甲板上充满了欢快的气氛。可是，在几公里外，一艘齐柏林飞艇正注视着舰队。这艘飞艇漂浮在1000米高度，吊舱后面悬挂着2个奇特的木质双翼滑翔机。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，滑翔机被逐个释放。只见他低头俯冲了一段距离，缓缓抬头进入平飞，期间不时偏转方向舵和升降舵，将机头对正敌舰。接近目标时，滑翔机距离海面高度只有数米，机身的木质外壳突然开裂，将一枚350毫米鱼雷扔进水里。军舰上的水兵被惊得目瞪口呆，看着鱼雷扑面而来，结果还没坚持到双11就被击沉。虽然这是虚构的情节，但历史上确实差点发生。那时，一战刚爆发3个月，西门子博士认为齐柏林飞艇具有高空长航时大载荷的优点，如果能让庞大的飞艇无需靠近敌舰，就能释放滑翔鱼雷精确攻击，那么打败英国将指日可待。于是，德国西门子公司从1914年10月就开始了紧张的研制。为了能让飞艇在敌舰7000米外的安全距离实施攻击，鱼雷滑翔机必须尺寸紧凑，并有足够的翼面积达到滑翔比1:8，因而采用双翼布局。但翼载荷太低会导致机体过于轻飘，抗风性不足。最终确定机翼展弦比在5.5到6之间，翼弦长度0.9米，上翼展5.2米，下翼展4.9米。机翼用木质骨架加帆布蒙皮制作，翼尖用支柱和张线加强。机身是个长度6.5米的对扣木质壳体，底部销子拔开就可一分为2，里面放一发5.5米长的350毫米鱼雷，尾部有 T 型布局的水平和垂直尾翼，舵面可通过舵机带动偏转，而舵机的控制信号是通过导线传递，因此机身上有个1米长的铁桶，内部沿轴向安装一个放线轱辘，缠绕8000米长的细铜丝控制导线，和飞艇里的遥控器相连。由于垂尾下置，避免了导线缠住垂尾而被扯断的隐患。当飞艇里的操作员向左右压杆时，滑翔机收到指令，只会让方向舵偏转一定角度就立即回中，舵面每次快速偏摆，只能让机身轻微侧倾并少许偏航，而后背上反角机翼的横侧镜稳定力矩推动，和方向舵一起回中。因此，操作员反复压杆，就能让滑翔机微调式的精确转弯，避免因操纵过度导致横滚失控。而升降舵与遥控器手柄同步偏转，升降舵回中时，滑翔机会保持最小下滑角飞行，具有最大航程。当需要以更陡峭的下滑道向敌舰进近时，只需增大或减小推杆量，使滑翔机沿预定下滑道做上下波动飞行，这样就避免了向后拉杆而可能导致的失速。同时，翼尖还有左红右绿的夜光弹，让操作员在7-8公里外也能判断滑翔机的位置和姿态，以便在合适的高度开锁释放鱼雷。整个一战期间，西门子公司进行了75次飞行试验，最后一次在1918年8月2日，齐柏林 LC-80 飞艇在1200米高度释放出总重约1吨的滑翔制导鱼雷。起初，它的飞行姿态和遥控机动一切正常，翼尖带着明亮的火光平稳飞向目标，但眼看已接近飞艇前方7.5公里处的靶舰，海面上却莫名其妙刮起一阵英国式妖风，直吹的滑翔机摇摇摆摆偏离了下滑道。正当操作员加快手速遥控它回正航向时，导线突然断裂，舵机正好把方向舵卡在一侧，无法回中，导致机身进入滚转螺旋坠落。3个月后，一战结束，滑翔鱼雷便无果而终。虽然这项黑科技功败垂成，但也足以令人惊叹。而最让人遗憾的，就是没人提醒西门子博士，让他提前几年想到这个主意。